好，今天很快的跟大家分析这个 Model Y Performance 现在已经正式上市了，大家可以看到这开头的影片真的是超级的帅。这次的 Model Y Performance， 它在它底部大包的地方，其实也做一些不一样的改变。那我本来以为只是它最底部的地方会加一些大包设计出来，但是它这个图表上面的设计、照片上面的设计，它其实底部前包整个下面的地方角度都不太一样，觉得外形是真的蛮好看的，还有搭配这个新的轮胎哈。但是我们现在赶快来看一下里面的一些细节，我们来预估一下台湾的价格可能会多少，还有它里面对比现在的 Y 版本，还有我们刚刚才开箱完的 YL 版本，多了什么或少了什么，好，我可以分析一下，大家觉得哪一台可能比较适合你。好，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英国的网站哦，那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这边 Model Y 就有4个不同的选项，那因为他们还多了后轮驱动的长轴版，这个台湾目前还没有。那我们就主要是看它后轮驱动跟它的全轮驱动 Long Range， 还有它现在 Performance 的版本。那这个看起来是差了1万英镑左右，1万英镑对比台币的话是在40几万左右，哇，这个还蛮多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大概算起来，现在多1万英镑，那台湾的现在 Long Range 版本是230万。那这个有可能接近270万的水准吗？就大概把它定在260、70万左右。哇，这个贵了不少。因为 Model YL 我们本来预定可能台湾如果会有的话，大概260万左右。我觉得最重要，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的差别在哪里。当然，你这个外观看起来可以看到它前面的大包啊什么都不太一样。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从 Long Range 换成这个 Performance。它这边的角度颜色有点不太一样，这个区块，所以它应该就不只是底部这个黑色的地方不太一样，它好像整个大包连后面的这一块都不太相同。侧板看起来没有什么改变，但是注意看一下这个前包的地方，好，不只是这个进风孔这边啊，还有底部黑色的地方，这边的角度也有点不太一样，我觉得看起来是蛮好看的。那这个轮子是搭配21寸的轮子，可以，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里面现在所有列出来这些差别啊，除了外形之外，还有什么地方不太一样？那我们在看它本来的预告片上面有提到，就是说它的中控萤幕提升到了16寸，那这一点就跟 Model YL 一样，但是它就是用缩小它萤幕边框的方式去增大它的可视范围，所以它的占比应该说它整个空间外观的这硬体空间站起来是一样 ，range 的地方这个里程的地方少了4英里。可能6、7公里左右，那我觉得这个是大约可以忽视的。这个0到60啊，它这边说3.3秒，那我们以台湾 Long Range 0-100是4.5秒的话，那这个可能大约3.2秒左右。那另外在内部这个喇叭的地方呢，一样是16个喇叭，跟 Long Range 一样。那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奇怪，那可能真的它在 Model YL 真的就是因为后面多2个座位需要有更包覆性的这个影响，所以在 Model YL 上面是有19颗喇叭，就是加它2个重低音是有19颗，喇叭的地方多了2颗，然后它重低音多了1颗，但是 Model YP 就没有给你这样的选择。那这边看起来好像也没有提到说它的前后轮胎的胎宽会不太一样，因为在 Model YL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前后轮胎的胎宽是一个前轮是25，后轮是275，那这边看起来没有什么差别。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就是它这个前面的萤幕的地方，它现在给你16寸，那后萤幕看起来也是一样的。那在内部的空间呢，它里面多了这个 Carbon Fiber。卡泵的这个前面的这个饰板，那另外其他部分我觉得比较可惜，因为这边讲到说整个部分，那我刚看它的内装，甚至在它的无线充电板的地方也没有看到像 YL 那样，它有一个更新的无线充电板，那就是多了一个冷气的通风口在那边，可以让你边充手机的时候边降温，这边也是没有看到。那他们也没有特别提到说，在这个 YP 的版本，它前面的无线充电板有给你增加50瓦跟30瓦的无线充电，这个也蛮奇怪，在这边没有看到。那另外它的第2排的座位也没有像 YL 那样增加的通风座椅。那我当然知道说 YL 它第2排座位就是2个独立的座椅，它并不是像现行的 Y 版本一样是1排的。但是我会以为说，以他们这个价格区间的差距，可能会在 YP 也给你一些这样的配备，但是在 YP 第2排座椅还是只有加热。那另外一点比较大的差距是在这前面的悬吊的部分，它加了这个电子悬吊，那应该会可以让你做不一样的调整，根据你这个开车的模式后，它会自己去自适应的去做调整。不一样的悬吊舒适的模式，这个可能跟 YL 的部分就有点像，但是 YL 可能就是偏向完全是第2、第3排的舒适性跟一般的版本。那这个 YP 的话，可能就会再加一个更运动版本的悬吊模式。外观的大包，它的刹车、它的轮框啊，还有它的尾翼不太一样，还有它后面多了这个徽章。另外呢，在这个第1排的座椅给你跟 Model 3P 一样的这种赛车式的 Performance 的座椅。这边有提到说，它的这个自适应的避震跟悬
悬吊，它如果你今天在高速的时候，它会以稳定为出发点，然后在一些比较可能有坑洞这些路的话，它会自己感应，会改变它悬吊的调性，让你开起来会比较舒服。那这不太知道说这个到底跟 YL 开起来感觉差距在哪里，那这可能要等我们到时候来试驾看看。那我刚才看它广告的时候，就是在特斯拉官网美国官网上面的这个限动，那它有提到就是说，它这次的里面的车室也因为它的轮框还有轮子的改变，会让它的车室在驾驶起来的时候更安静。那我之前不太确定说它是对比上一代的 P 版本，还是说它即使在对比一般的 Y 版本，它在这些方面都有再次的进步。这边很难讲，我们可能到时候要实际来试驾看看，因为特斯拉的调性就是它今天就算是可能6个月前才出 Y， 那现在出了一个 YP， 那在这之间它有什么新的科技、新的技术，它可以去改进它的不管是制车的过程，还有它的产品给你的这些体验的话，它都会加进去，它不会因为要挤牙膏，然后慢慢的给并不给你。那我们其实在 YL 上面就看到他们加了非常多舒适性的配件在里面，蛮好奇的。我本来以为在 YP 上面也会加入这些东西，那现在看起来是没有。那所以我觉得可能也很明显的，第一就是说 YL 这台车到底会不会在全世界其他地方一起出来，还是就是中国市场独归呢？这个现在看起来有点越来越难讲。另外呢，我觉得可能 YP 跟 YL 他们就是，如果今天在其他市场真的要上市的话，那可能就真的拆成2个不同的产品线，一个就比较偏家庭使用 MPV， 然后可能要稍微打到 minivan 的这个市场6人座，然后整个是以舒适性，所有不只是它的避震，还有它的座椅，它的这些通风座椅里面这些扶手、电动扶手都是以一个家庭舒适性、方便性为出发点。那 Model YP 可能就真的完全是以运动的方式，我觉得不错啦。产品线打得越来越广，然后有越来越多不一样的车型适合更多不一样的人，那我是蛮乐意看到的。那我觉得也开心看到说特斯拉在一个产品线里面可以去拆开出那么多不同的调性，感觉起来它虽然一样是 Model Y， 但是它可能是2个完全不同的产品线，打到完全不同的市场。OK， 那我们很快分享一下这次 Model YP 的这个一些小小的差异，然后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讲。未来有机会去试驾的话，也可以去体验这些东西，给大家看一下这些差距在哪里。OK， 好，那我们今天就是快速分享这个，然后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讨论。OK，那我是杜迪，我们下次见，拜。